小姐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了。见过公子。且慢，请帮我和云姑娘倒杯茶吧。公子，请坐。无需多礼。这茶闻着像是半塔嫩芽。公子竟识得这乡野小弟的茶，却是我第2次饮这茶了。犹记当年挚友生辰大宴上，他替我斟茶，笑谈说此生别无所求，有妻女在畔，有功名在身。想来这挚友对公子十分重要。我本以为此生再也无缘喝到这个茶了。姑娘难道不好奇我那位挚友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姓甚名谁？他姓袁。姑娘，我再去后厨去催那几道小菜。袁姑娘，别来无恙。既是冲着我来的，就不必牵扯旁人了吧。定王殿下，你这招移花接木甚是高明，但是你这么躲躲藏藏，终究不是上策。只要能活下去，便是上策。5年前的3万将士，他们也想活下去。5年前的事与我何干？我不过就是个继子，连条狗都不如。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不是不肯，而是不能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定王殿下找错人了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你想自保？这当然没有问题。苟且偷生之人，可不止我一个吧？带王爷先走！王爷，活下去！你说的不错。那您这般高高在上的指责我，岂不可笑？可笑也好，苟活也罢，该讨的公道，我一定要讨回来。若袁成明有冤，我一样会替他讨回公道。还有你的母亲赵氏，我也会替你找回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父亲一生忠勇，
机会叛国，是有人拿我和娘的命要挟的。王爷，岳小月，有毒！王爷，你先走。守住云翔月的尸体，别碰他的血。是。我是大夫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是大夫，给你治病的大夫。别杀我！小姐，这些书都拿走了。对对对，来。哎，娶亲怎么走错了？这是娶妾。这穆家真不愧是江南首富，穆老爷娶了10几个妾，这又娶一个。小姐，他娘子他们往这边来了。你俩快一点儿，都去看看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听说呀，长得可好看了，那不好看也不许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乔木齐这阵势，怪不得真想考状元吧？都是要当县令夫人的尊贵人，哪还用得着读这些老史？不行，一言。新人马上就要拜堂，你们还在这操心着小七是读书还是嫁人？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桃之夭夭，不用念了，他娘子他们都走了，还好老爷回归起义，娘头这盘生意好打，咱们才能找到机会。好，那咱们快走啊！小心脚下。心腹晋升处，6处兴旺。心腹尽景全，生生不息。今家有喜讯，大富一人，故寄于前，请造王亲赴拜。这么晚，你给腰好些钱对吗？我们不是要走。
同劳合锦，却善。老爷看一看，我的小18。18。让老爷看看我的小18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小姐，我们该走了。走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车上还看书啊？就这么晃。女儿家不好好读书，可是要嫁人的。小姐，女子不都是要嫁人的吗？老爷都娶了18个姨娘了呀。这人嘛，见着年轻漂亮的，不免心生爱慕。倘若家中能够姹紫嫣红，多赏心悦目。那可咱府上不都够凑好几套了吗？这种事儿还能嫌少啊？也是啊，庄县令也娶了那么多姨娘，他还想娶小姐。老爷和大娘子竟然觉得小姐你攀了高枝。士之耽兮，犹可脱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也。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这女人呐，一旦嫁了人，那这辈子可就完了。那若那人只娶一人也不行吗？我爹当年也对我娘起过誓，说此后绝不纳2嗣。那岂不是以后只能靠自己了？只要我能考上功名，这穆家便无人再敢逼我了。我自己就能做县令，还做什么县令夫人？还有5天就是我和穆七成亲的日子，可他现在说逃婚就逃婚。那我庄文峰是什么人？那穆七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！给我追！是。迢递高城100尺楼，绿杨之外尽汀洲。居烈，穿过前面那片树林，就要到定京城了。好。哇，小姐，你看那里，那真的好热闹啊！好吃的也多。哎，帝王殿下回城了！哎呀，这阵仗真大呀！居烈，你看，那是定王殿下的车驾。哦，哎，就是那位奏请重开女子恩科的定王殿下。据说他呀，多智如狐，孤傲如狼，残忍如虎，在北凉是能治小儿夜啼的大魔神。哇，定王殿下这么厉害呢？8年前，定王殿下率领3万苍梧军，在郾城打败北凉10万大军。也就是从这个郾城之战后，咱们的南城啊，才一改衰败之势，跟北凉开始分庭抗礼起来。啊，定王殿下怎么做到的？这商先生倒是没有细说。哎，等我以后认识了这个定王殿下，我一定要亲自问问他。好。前面就是定王府了，快下马！不是，小姐，你还没吃呢。那你也来一口。哎，给我。
赌一把，这。娘啊！娘啊！你等等我，女儿不孝。怎么办？走，继续找。走。小姐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！你竟然敢冲撞大魔神的车队，你不要命了？定王殿下的人应该不会滥杀无辜吧？但是刚才马车里那只手，应该不是定王殿下的。啊？嘘，马车上那只手皮光肉滑的，那可不像一个常年征战在沙场上的战神应该有的，这其中定有古怪。天呐，小姐，你是什么潜力眼啊？你看啊，这雁城之战之后，虽然扭转乾坤，但是这个北凉跟咱们南城不分输赢的拉扯这么多年，其实啊，是因5年前定王殿下拒马河大败，苍梧军死伤惨重，所以这之后啊，定王殿下行事是越来越低调。但这一次，竟然这般大张旗鼓。定王殿下此番回京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对了，小姐，双县令的人知道咱们进城了，咱们还能躲多久啊？定王殿下倒是教会我一件事儿，狡兔3窟。啊？你说说你，人家只不过是个赶着回去看望病重娘亲的小姑娘，你拔什么剑？还好我及时阻止了。哎，你就不怕当街砍人，把城门守卫给招来？哎呦，王爷耽误了回京的日子，我还要假扮王爷在马车上坐这么久，我老骨头都要散了。我呀，得回去躺躺啊。哎呀。王爷，您也没必要亲自跑一趟吧？还让直墨和张管家兴师动众，演一场您赶回定京的假象。本王不想节外生枝。是。王爷，没想到这破地方还真有桃林。我们找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他就藏在定京。程明，这次终于逮到你了，看你还往哪里躲！我现在就把你坟头掀开，我倒要看看你是真死还是假遁！王爷，拒马河一战，3万英魂埋骨死城，这袁成明他是叛国贼，他辜负了王爷的信任，
更愧对苍梧郡3万死去的袍泽。时至今日，本王仍不信他会背叛。王爷，袁成明背叛了我们，他们中埋伏了。云想月，派人严查湖心小岛，同时开棺验尸，另要查明以女儿身份给袁成明立碑的云想月是谁。是。当年的真相，本王定要找到。你没喝多吧，青爷？没喝多，没喝多。我等着你啊！您可早点来啊！一定来，一定来。好，慢走啊！帮我相走啊！世人皆亲近青楼女子，自认为清高，不愿来这污糟之地。但是，我娘是这样的出身，我反而会觉得这地方让我更亲切。小姐，你也别难过。你看，要不是三姨娘，咱们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躲藏。冥冥之中啊，她可能还在保佑咱们呢。想来，周管事他们万想不到，咱们会在此处落脚。躲是好躲之地，但要是交了半年的房租，咱们可就没有余钱了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没关系，我会想办法的，放心吧。是您2位要租这处院子吧？是的。哦，咱们这条街呢叫花巷，这边是卖花的，那边也是卖花的，卖的是另一种花。那要不进去说吧？好，来，进来。这里啊都挺好，就是我跟你们说的，出门得小心点。多谢您的提醒。其实我这次上京是为了来参加会试，绝对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的。哟，看你年纪轻轻，没成想竟还是个女举人。家母早逝，我跟着家父读过几年书罢了。哎呀，那你是文曲星下凡。别说如今重开女子恩科不久，就是元光女帝那会儿，女子恩科最繁盛之时，女举人都是稀罕的。但是女子读书不易啊，你们主仆俩以后若是遇上难事，就来找大娘。我姓陆，就住在这条巷口。太感激您了，多谢陆大娘。哎，别客气，来进屋看看吧。好，来看看，看看，这房子多好。就是太脏了，太久没人住了。没事的。哎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点个灯。好的。走，咱们看看。2位姑娘，来，这边看看，这边。哎，陆大娘，这么多书都是从哪来的？不瞒姑娘说，这院子以前的租户啊是个落魄诗人，日日流连小琴宫。他的诗令青楼女子争相传唱，这些书都是他留下的。那这诗人呢？死了。死了？郁郁不得志，要不然这院子的价钱怎么会如此低呢？小姐，姑娘们若是嫌这院子晦气，不嫌弃，陆大娘，我们不嫌弃的。那好，明天我找人打扫，把这些书啊我都搬走。哎，不用。陆大娘，这书留下吧，正好我也想看看。哦，那姑娘只管留下。你这姑娘倒是有趣，百无禁忌的，难怪带着个丫鬟就敢赶考。对了，大娘，刚才触碰间，我发现您的手有些发凉，观您目色，眼白还有些发黄。您平日里会不会觉得手足发麻，而且比常人容易怕冷，夜里还总睡不踏实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
姑娘还会看病啊？家里有人是大夫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便懂了一些。您这是气血亏虚，大多是女子易得病症。距离，香囊，香囊。小姐，陆大娘，这是我自己用药材配制的香囊，您拿去试一试，兴许管用些。这也太贵重了吧？这我如何好意思啊？没事的。那咱们的价格还是按谈好的吗？价格没问题，香囊您就放心收好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姑娘你收拾一下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好。小姐，之前三姨娘不是说了吗？让您不能展露医术的。如今离会试还有好些时日呢，这笔墨纸砚上的开销定然会极大。还有这个定京城，连吃饭都要比旁处贵上很多。这要不想办法赚钱，拿什么填饱肚子啊？小姐，你放心，有居力在，我不会让您饿肚子的。傻丫头，我就是怕你饿着。好了好了，快去打扫一下，收拾收拾。我正好看看这诗人都留下了什么诗。去吧。那我先去收拾了。小姐，我都说了我力气大，应该是我来刻的。这是我最亲最亲的阿娘，怎能让你代劳呢？阿娘，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您的女儿已经是个举人了。过不了多久，还会成为进士。您放心，女儿一定会想尽办法出人头地，给您挣个诰命。等女儿在丁京落了脚，就马上帮你找家，一定要让你魂归故里。三姨娘，求求您，一定要保佑小姐，还有保佑我们千万别饿肚子。你找谁啊？我听陆大娘说，这里是不是有个大夫？哦，我就是。里面请吧。快躺下吧，让我检查一下。你都不问我是谁吗？大约是住在对面。你让我躺在这儿，难道都不会嫌我脏吗？在我心里，病人都一样。来，快躺下，距离，来。王爷这一路上又是吹风又是进水，受了寒湿，路上一直在咳。正院使什么时候来给王爷看救急啊？不知。王爷，你看直墨他又这样，3句话憋不出一个字，逢上旁人就举他那册子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让我先进定京呢。直墨不说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不说便不说吧。王爷你偏心。大殿下，参见大殿下。皇叔，你好歹动一动。不然呢？明日去陛下那儿告你一状，说大殿下欺负我这样一个病人。别呀，皇叔，我可是专门来看望您的。
姑娘这落胎药下得太猛了，又没有好好休息调养，以至于伤了身子。流血有1月有余了吧？就没有看过大夫吗？来，怎么可能有大夫愿意给我看病呢？我不过只是一个年老色衰的青楼女子，不幸有了身孕而已。那你们就没人管吗？妈妈们都忙着去品花会呢，哪有时间管我们这些旧人？我见只有直墨一人在府里，我就猜到皇叔肯定又去了别处。皇兄，是否怪我回宫还没过去请安？父皇说，皇叔舟车劳顿，等休息好了以后再进宫也不迟。我回来，给你和2殿下、3殿下都带了礼物。那不行，我得要双份的。那你自己去库房中挑几样喜欢的吧。谢谢皇叔。皇叔，你的身体可有好一些？还那样。赵院士一直在给您找药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定能治好您的身体。只是今日您回来晚了一些，可是又去什么地方寻找新的线索了？5年前，父皇铲除了所有相关的人，皇叔还是会以幕后主使，另有其人吗？王爷，何心来信？你看，一有了发现，这就来了。进来吧。王爷，之前找到的袁成明之墓，是个新修的衣冠冢，但翻遍整个桃花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骨。不过，何心那边有了新的消息。他们调查到袁成明在拒马河战后出现在涿州天童山，还有那个云响月有了下落，她就是袁成明之女袁希月，沦落风尘后更名为云响月，如今已是小秦宫头牌。这是方子，谢谢。只是药需要你自己去买。今日的恩情，宋韵往后定当回报。去地啊！小姐，咱们有钱了。不过这银子应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我突然想到了我爹娘，我恨我爹，恨了好多年。可是刚才看到那位宋韵姐姐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会想，我阿娘当初要是没嫁给我阿爹，也不知道她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她会饿肚子吧？会因为年老色衰，被遗忘在角落。我娘这样的官家女子，沦落风尘是迫不得已。可是，又有哪朵花愿意落为泥淖？怕是有很多花都想长成树那样。但是春去秋来，终是一代新颜换旧阳。所以居力，咱们不能当花，咱们要当树，而且要长成参天大树，不畏严寒，不惧风雨。小姐，那树多难看，不行。我们小姐长得这么好看，不当花怪可惜的。那可不行，我朝有绿，
凡有婚配的女子，皆不能上朝为官，所以你们家小姐我是绝对不会嫁人的。不嫁人？不嫁人不行吧？这是还看这种书呢？哎，小姐，这个我见过，街边给人看面相呢，他们就摆着这种图。咱们以医术为生，说不定这诗啊以看相为生呢。这个克夫，王爷，那品花会还挺讲究，要请帖不说，还得用银子兑成金花当彩头。我觉得咱们就翻墙进去。您这身份，走正门不光彩。翻墙？翻墙就光彩了？王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青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之。小姐，你虽然写的诗不怎么样，但背的诗呢多好听。你快吃你的饼吧。哎，你看那好多好看的灯笼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真好看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就给你买一个。穆大夫，穆大夫，我正好要去找你呢。能不能麻烦你跟我去一趟小秦宫呢？小秦宫？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挺为难你的，不过真的拜托了。好吧。不行，小姐，我怕你遇到危险，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。放心吧，我自己会注意的。你在家等我啊。小姐，我要不许动，就站这儿。小姐，这位置不是克夫吗？小秦宫人多眼杂，点上这个能挡些事儿的。不许动啊，等我回来。那小姐注意安全。小姐，不然我们明年再选吧。可是不选，如何才能攀附权贵，才有依仗，才能好好活下去？所以，我没有时间了。请好，云姑娘。这位是穆大夫，这是云姑娘。多谢大夫出手相救，祥月感激不尽。姑娘客气了。走啊，下次再来哈。好俊俏！好，十位爷，可容奴家看看请帖呀。里边请，请。姑娘，我这失针是治标不治本，待会儿您上了台，这冷风一吹，难保又会发作的。容我多嘴一句啊，这花魁年年都选，但你这身子，
花魁年年都选，但想阅读的头盔的机会只有这一次。哦。应该是花魁吧？云响月还没上台呢，他是今年新晋的头牌，是吗？云响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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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来了，云响月出来了，你看，对呀。小七啊，先别跳了，该读书了。阿娘，跳舞有什么不好的？我看阿娘也跳，为什么非要读书？跳舞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不过读书呢，能让你明事理、辨是非，这样呢，你就知道跳舞好不好了。不光是听阿娘说，明白了吗？哼。宋姐姐。你说云姑娘，她是真的喜欢跳舞吗？其实，进入到这种红尘风月之地之后，就算是喜欢，也会变得不喜欢。只有云妹妹她不一样，她进来之后，不哭，也不闹，不到3个月时间，就学会了所有的曲目和舞蹈，然后很快就变成了头牌。他为什么这么拼命？那就不清楚了。花魁啊，金花数可是1600多呢。我们再等等，说不定今年这云响月更高。诸位，金花赠美人，芙蓉暖帐到天明，不知哪位大爷能够抱得美人归呢？我出。
2000朵金花，2500朵金花，3000朵，3000，3500。哇，这些人一掷千金，都是为了云想月。唉，男人嘛。4000朵，我志在必得。4500朵金花。恭喜这位公子，4500朵金花，啊，也恭喜我们的新花魁云想月。这什么冤大头啊，出这么多钱啊！哼，男人，后脑勺长得好看也没用。唉，回家读书去了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哎，莫大夫。姐姐还有什么事吗？有个不情之请，就是我们后院还有好些顾及缠身的姐妹，如果穆大夫你没有什么急事的话，可否？这有何不可？姐姐带路。大恩不言谢，受宋韵一拜，真是折煞我了。走吧，姐姐，走。我是大夫，别杀我！小姐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了。见过公子。且慢，请帮我和云姑娘倒杯茶吧。公子，请坐。无需多礼。这茶闻着像是半塔嫩芽，公子竟识得这乡野小弟的茶，却是我第2次饮这茶。犹记当年挚友生辰大宴上，他替我斟茶，笑谈说：“此生别无所求，有妻女在畔，有国命在身。”想来这挚友对公子十分重要。我本以为此生再也无缘喝到这个茶了。姑娘难道不好奇我那位挚友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姓甚名谁？他姓袁。姑娘，我再去后厨催那几道小菜。
袁姑娘，别来无恙。既是冲着我来的，就不必牵扯旁人了吧？定王殿下，你这招移花接木，甚是高明。但是你这么躲躲藏藏，终究不是上策。只要能活下去，便是上策。5年前的3万将士，他们也想活下去。5年前的事与我何干？我不过就是个继子，连条狗都不如。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不是不肯，而是不能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定王殿下找错人了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你想自保，这当然没有问题。苟且偷生之人，可不止我一个吧？待王爷先走！王爷，活下去。你说的不错。那您这般高高在上的指责我，岂不可笑？可笑也好，苟活也罢，该讨的公道，我一定要讨回来。若袁成明有冤，我一样会替他讨回公道。还有你的母亲赵氏，我也会替你找回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父亲一生中有岂会叛国？是有人拿我和娘的命要挟他。王爷，我不想死，我岳小月，有毒！王爷，你先走。守住云翔月的尸体，别碰他的血。是。
气血翻涌，40中的催情之药，经络之中多有瘀滞，像是陈年旧伤留下的病根。这小晴宫的妈妈也太不识人了，年老色衰又伤得这么重，她还用药逼你接客啊？哎呦，来，你先闻闻这个，它可以减轻你身上的燥热，对睡眠也有助益的。我这药丸可以生津降燥、滋阴补气，正对你的症状，吃了吧。命是自己的，不想要算了。算你运气好，遇见我这么好的人。你看，你看，看，疑神疑鬼的，这下放心啦。来，吃。拖去中医，我帮你施针。怎么不脱啊？这客人能看，大夫倒不能看了。那你把我当客人好了。来来来，给你施针了。血库，你稍微忍一下，别动啊，我会轻点的。可能会有些疼，你稍微忍一下啊。弄疼你了吗？我会轻点的，我会轻点的。等一炷香的时间，就可以起针了。你守住他，我去找王爷。你按这个药方吃上半个月，就会有效果的。你这一身的老伤，下雨落雪时是不是会骨节疼痛啊？平常可要多注意保暖。针眼处可能会有些疼，但是明天就好了。你要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，可以去花巷找我。松韵姐姐知道我的住处。王爷，
属下来迟。想不到，本王家人长得像一个小官儿。刚才出去那人说的，我去杀了他。回来。王爷，刺客全服毒自尽了。死士。咱们找了袁成明这么多年，近日突然有了线索，而这个线索的指向点居然埋伏了死士。奇怪的是，王爷走后，他们并没有追击，反而是一门心思想夺云想月的尸体。想取我性命的不是死士，而是云想月身上的毒。刚才王爷不让我们碰云想月的尸体，难道他身上的毒可以通过血液传染？那是否只要知道他为何中毒，就可以找到新的线索？罢了，就回府吧。那云想月的尸体放着，让京兆尹好生排查一下这2日小寝宫出入的人。京兆尹查比我们查方便。还有，好好搜一搜云想月的房间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是。刚才那位女大夫救了本王的命，她到了真实时候，她究竟是真医者还是局中人，还需好好查一查。芝麻，这件事交给你去办。菊丽，你怎么站着睡着了？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就一直站在这儿？不是小姐让我一直站在这儿不动吗？哎呦，傻孩子，能动了，能动了，走吧。啊，太好了！哎呦呦呦，我一直站着不动，可以动了。我找不着你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快急死了。坐好了啊。你们家小姐我呀，要给你看一个好东西。噔，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银瓶。小姐，你这出去一趟还有人送钱，咱们有钱了。有钱了。小姐，你怎么还点着这个痣啊？哦，我刚才忘擦了。不行的，我去打水给你擦一下。你这克夫痣，万一克了我怎么办呀？克夫痣，克夫痣，你是有相公吗？傻孩子。那我给你打水，你洗漱一下。你太累了。你慢点。慢点，慢点。好。今夜真是不太平。王爷，加件斗吧，别着凉了。涿州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贺新已带飞鹰小队赶往天童山，应该马上就会有消息。还有一件事，1刻钟前，云想月的侍女突然吐血身亡，看症状是中毒。这下手够狠的，连他都不放过。
这石头拎起来还挺轻松的嘛。可以，我的饼好了。你受伤了吗？哎，我不是贪图你的相貌，我是在救你，我是在救你。该吃早饭了。菊丽，有人敲门，快去快去！来了。你们是？穆卓华住在这儿吗？大人，我就是穆卓华。行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让！哎，无缘无故凭什么抓人？我们又没有犯事。昨夜小秦宫发生了命案，所有去过那的人都要接受审问。哦，没事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就是去配合查案，问个话就回来了啊。小姐，那你一个人可千万要小心啊！宫门断案一定会公正清白，对吧？我很快回来，放心。王爷体内的毒素已经压制住了，暂无大碍了。有劳赵院士了。昨夜睡得甚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香囊之功。这香囊除了有常用的檀香之外，还加上了丁香、石菖蒲和龙脑，不仅能宁心静气，还有助眠之效啊！王爷，尽可放心使用。好。你还是个举人？是，大人。还真是个读书人。你一个女子，大晚上去小秦宫做甚？回大人的话，我是去小秦宫出诊的，小秦宫的宋韵姑娘可以为我作证。把事情前后交代清楚，若无可疑之处，本官自然不会为难你。昨夜大约戌时，小秦宫的宋韵姑娘寻我去救人，我便收拾了药箱，同她一起去了。从我住的地方走到小秦宫，大约需要1刻钟的时间。那你可知，经你诊治的云想月姑娘，昨晚中毒身亡。云姑娘，她竟然死了！这时机这么巧，是不是你趁机下的毒？这花魁年年都选，但你这身子……花魁年年都选，但想阅读的头盔的机会，只有这一次。穆举人，凶手是不是你？大人明鉴，我离家远行也是为了进京赶考，此番也是我第一次到定京来，而且与云姑娘，我们只有昨日一面之缘，无冤无仇，我没有理由害她。哦，那你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之人，听到什么可疑之事？
那种地方我怎么敢乱看乱听啊？要不是为了救人，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？赵院士，本丸这儿有一个药方，你看看。啊。哎，妙啊，妙！这行医之人用药十分大胆，用药的剂量把握的极准啊，少一分无用，多一分伤身呐。王爷，您这是遇到神医了。偶得知，微臣告辞了。这么看来，这药方还颇有当年太医院的手段。就是那些没能救回皇叔的母妃，后来通通被砍头的庸医。晨儿，你遇事总是那么容易偏激。医者就该胆大心细，若是畏首畏尾，下一些不痛不痒的药，小病还行，逢上大病，又该如何？小姐，小姐，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特怕他们对你大刑伺候。不会的，你们家小姐我好歹也是个见官不跪的举人，他们不会轻易对我用刑的，只是把我叫去问了问话而已啊，放心吧。那就行。小姐，小姐，来，快吃点东西去霉气。这定京的猪脚面呀，特别好吃，跟咱们怀州的味儿不一样。来，快尝尝。怎么了，小姐？今日从衙门出来你就不对劲儿了？我是在想，这云想月，就算是在青楼，也是拼尽全力的努力求活。可最后，连个活路都没求着。小姐，你真见过他呀？他好苦啊！那小姐，你是不是知道那花魁是谁杀的？我跟你说，居丽，刚才问什么来着？啊，小姐，你告诉我，到底谁杀的花魁？你扶耳过来。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啊！居丽，你歇会儿吧。不行，居丽要保护小姐的，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呢？穆姑娘，麻烦你跟我走一趟，有个病人要见你。你是谁？我们小姐凭什么跟你走？居丽，这回应该没事。我准备好了，咱们走吧。不行，小姐，你带我去吧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我力气大，有我在你会安全一点。行，那你听话，跟在我后面。好，我跟着你。你不关心去哪里？
不管去哪儿，只要有病人，我都会去。你也不关心病人是谁？有医无类。你就不怕是陷阱吗？我身无分文，手无寸铁，你要图谋不轨，早就下手了。你就真没什么想问我的？就算我有想问的，你也不会回答我。走吧。好凶啊！哦，居烈，那你在这等我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你是何时知道本王的身份的？回王爷的话，昨晚上就知道了。本王是哪里露出了破绽？回王爷的话，其一是王爷手上的茧子。王爷的茧子在虎口和掌心，这是常年用枪、刀、弓箭才会留下的痕迹。王爷的指节有力，茧子虽在，但明显变薄了，显然曾经武艺高超，可久已不亮了。其二，王爷背上伤疤狰狞，可见曾经深可见骨。却又愈合良好，只留下一条极浅的痕迹，非圣药难有此效。能有这么好的药，必然身份尊贵。其三，王爷身上穿的衣服不合身，显然不是您自己的，而真正属于您的衣服，只有什么？械库。你接着说。王爷的械库所用面料是贡品，乃江南绸缎庄所出，能用者屈指可数。还有您身上的熏香，是千金难买的伽罗香，南朝奇珍，可安神镇痛。综合以上4点，这全天下只有一人可满足。这么说，你早就认出本王的身份，故意在本王面前演戏。小人贪生怕死，只想蒙混过去。想来定王殿下心存仁厚，是不会对一个心地善良的大夫赶尽杀绝的。好一个贪生怕死、心地善良的大夫，你为何不加上一句“巧舌如簧，胆大包天”呢？你既然装作没认出本王，那为何京兆尹问你话的时候，你却故意隐瞒了在柴房见到本王一事？小人斗胆猜测，京兆尹问话的时候，王爷的人也定然会在暗处看着。如果小人说当日遇到了一个受伤的男子，一则小清宫必查不出此人，小人百口莫辩；二则只怕小人还未说出下句，王爷的人却会在暗处出手杀了小人。而且小人不说，王爷的人也定然明白小人已经认出了王爷，同样会惹来杀身之祸。所以你回来之后，便假意对你的小丫鬟说：“
你知道凶手是谁？是啊，为了知道凶手是谁，王爷的人肯定不会当场就杀了小人。那等小人见了王爷，小人便能有一线生机。你为何觉得本王见了你，便能饶过一命？死马当活马医，小人这条小命虽然不值钱，但总归是要搏一搏的嘛。那你如此聪明，何不猜猜，能不能活过今日啊？王爷昨日没有杀小人，小人便知道王爷定是宅心仁厚。小人为人很老实的，出入小秦宫无非也是为了混口饭吃。王爷驻守边疆多年，最知民生疾苦，定能理解小人的不易。你这番话骗骗京兆尹还可以，想要糊弄本王没那么容易吧？小人句句属实，绝无糊弄之意。小人看王爷的面色，好像比昨日好上几分，许是小人的药还是有点用处的。王爷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小人愿为王爷效犬马之劳。犬马之劳？你可知道，一旦与本王扯上关系，王爷，王爷，按压痰中穴可以暂缓王爷的咳喘胸痛。再辅以合谷穴，便能暂缓王爷现下的不适。你倒是义者仁心，也不在乎世俗之见。昨日在柴房，小人要是在意这些俗事啊，那恐怕王爷今日许是没有力气再审小人。传说中多智如狐，孤傲如狼，坚韧如虎的定王，不料竟长得如此端正。你在想什么？小人什么也没想。不要在本王面前耍花枪，小心掉脑袋。小人在想，王爷，生得真好看。是小人有眼无珠，油嘴滑舌，生了一副老实模样，心眼却不少。那是王爷不了解小人，以后自然就知道了。小人可是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，心眼儿虽然是多了点，但是心地是顶好的。随本王来。